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家庭究竟该怎么做资产配置。根据最新的胡润财富报告，在中国扣除掉负债之后呢，还能够自由支配的净资产600万人民币以上，才算得上是高净值家庭。全国符合这个标准的有414万户，占比不到1%。当然，更现实的是，就算这1%的家庭，这几年日子也不好过。房市冰封，股市低迷，理财产品又频频爆雷，结果就是他们的财富宽裕度下降了整整30%。很多原本敢于高歌猛进的人，这几年呢也都全部切换成了省电的模式。他们从过去的创富期进入了首富期。这里呢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当你真的有了600万资产，到底该怎么守，怎么配置，才能不被通胀吃掉，不被市场收割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分几个部分来说清楚。第一，600万这个门槛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它和普通家庭的理财方式有哪些不同？第二，资产配置的底层原则，比如说你的风险承受能力、核心资产和边缘资产的比例、地域和币种的分散、流动性的安排，以及税务和传承。第三，具体的配置建议，我会拆解股票、债券、房地产、私募、黄金、现金、海外资产，分别适合配多少，各自的优势和坑都在哪儿，给大家讲清楚。第四，风险和挑战，高净值家庭最容易踩的雷有哪些？哪些看似安全的配置，反而暗藏着风险？最后呢，我会给出一个可执行的行动指南，从资产的盘点到目标的设定，再到动态的平衡，让你知道下一步棋到底该怎么走。首先，我想先帮大家厘清一个认知，600万也不是财富自由的终点，而是一个阶段性的起点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对普通人来说呢，资产配置可能就是工资存钱、基金定投加买套房，逻辑简单，工具有限。但是当你的资产达到600万以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选择变多了，当然风险也随之变大，因为你可能会接触到私募基金了、美元资产了、离岸信托了，甚至虚拟货币了、艺术品了、古董了，你可能也会被各路理财经理、投资顾问所围猎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，那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钱投出去了，风险没降下来，反而会更加焦虑。所以这600万的门槛不只是有钱，而是还意味着你必须有专业化的财富管理的思维。那今天的内容呢，就是要帮你建立这种思维方式。而且我想说这期节目不是只给那前1%的人看的，哪怕你现在还没有100万，那你理解这些逻辑，也能帮你在未来少走弯路，提前规划好，等你的财富增长到这个阶段，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，600万的门槛到底意味着什么？第一，600万不等于有钱花，而是一个财富的分水岭。很多人一听600万，脑子里想，哇，这么多钱，我可以买房买车环游世界了。但是在财富管理的语境下600万并不是可以随便花的钱，而是一个分水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到了这个级别，你的资产呢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存需求，从我该怎么活下去变成了我的钱该怎么活下去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再是单纯的挣钱者，而是要开始做一个财富的管理者。第二，600万资产在大城市是一种危险的中产阶级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假设你生活在北上深，手里面有一套400万的房子加200万的金融资产，听起来呢好像是高净值家庭，可是你仔细算一算呢，你这个房子也不是随时想卖就卖，流动性也很差。200万的金融资产呢，拿一半放银行，利息肯定跑不赢通胀了。剩下的100万，如果你买基金炒股，那一次大跌可能蒸发几十万。所以在一线城市，这个600万不是稳稳的安全感，而是危险的中产。因为你上不去顶级富豪的圈子，下你也不如普通家庭的轻松。一旦资产配置的不对，一个黑天鹅事件，你的财富呢就可能缩水一大截。那600万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它意味着你终于有了资产配置的自由度。普通家庭的钱往往被锁死在房子和存款里面，
但是600万以上资产的你呢，可以把蛋糕切成不同的份儿了，一部分呢放在股票基金去追求长期的增长，一部分呢放在债券固收稳住你的基本盘，一部分呢放房地产获取现金流，甚至一小部分呢还可以去尝试一些黄金呢、海外资产另类投资。在这个阶段，你可以真正实现分散化，而不是全投一套房。所以600万让你第一次有机会玩一场财富组合游戏。当然选择多了，麻烦也随之而来。以前你的理财问题可能就是我买余额宝还是买基金，但是现在你的问题变成了房地产要不要再买一套，买商铺还是住宅，或者要不要我的小房换大房，股票呢是直接买 A 股还是通过 ETF 配置，要不要配点美元资产对冲人民币的风险，私募基金靠不靠谱啊？基金经理能不能信得过？要不要考虑保险信托？这些问题啊，复杂度都是成倍增加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清晰的框架，随便听别人的推荐，很可能就被忽悠进坑了。最后呢，600万还意味着一个心态的转折。在这个级别之前，大多数人都在创富期，想着怎么赚钱，怎么翻倍，怎么冲击更高的财富阶层。跨越600万以后呢，你更应该进入首富期，目标不再是赚多少，而是守多少。因为财富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啊，损失的痛苦会大于收益的快乐。赚50万，你可能呢只是开心几天，但你要亏50万，你可能得失眠几个月。所以心态上的变化本身就是资产配置的起点，它既给了你更多的选择，也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。如果这个时候的你没有方法论，它可能会变成风险放大的倍增器；如果你有方法论，它能真正让你变成财富的守护神。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首富靠什么？答案就是资产配置。为什么要做资产配置呢？很多人觉得钱多了直接买股票买房子不就行了吗？其实不然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呀，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但是对于高净值家庭来说呢，这不是一个比喻，而是一条铁律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股票可能涨也可能跌，房子可以保值也可能跌价，还可能因为政策调控，未来要收房租税呀、房产持有税呀、房产继承税等等。那债券呢，看起来很安全，但是一旦利率发生了变化，它的价格也会波动。现金当然稳了，但是你放久了就是慢性的贬值。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资产可以独自承担全部的使命，那你必须学会让他们互相配合，互相对冲风险，这就是资产配置的意义。资产配置的第一条原则就是风险承受力。什么叫风险承受力？就是你在心理上，你在现金流上，你能扛多大的波动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些家庭虽然有600万，但是呢，有2个上学的孩子，一个全职太太，双方老人还要看病，还有大平层的房贷和支出，开销很大。这种情况下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其实是很弱的，资产配置上就要以稳健为主。而有些家庭呢，现金流很充足，未来几年没有大的支出压力，那他们就可以在组合里放更多成长型的资产，追求长期的回报。风险承受力不是说别人能扛多少你就能扛多少，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家庭现金流和心理状态和状况来具体决定。第二条就是区分核心资产和边缘资产。核心资产就是指那些可以长期持有、稳定增长的，比如说全球主要的指数基金啦、蓝筹股啦、优质的债券呀，甚至是核心城市的好房子。那边缘资产呢，就是有机会获取高收益，但是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很大的，比如说股权类的基金啦、风险投资啦、艺术品呐、比特币之类的另类投资。配置的时候，核心资产呢要占70%以上，用来守住底盘；边缘资产最多只能占20%到30%，用来增加弹性。很多高净值家庭的错误就在于颠倒了这个顺序，核心资产没有安排好呢，边缘资产就配了一大堆，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话，你整体的组合就会大起大落。第三条原则呢，就是地域和币种的分散。在过去啊，很多人觉得全放中国就行了，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，风险往往也会全球传导，所以高净值家庭必须要考虑：第一，地域分散，国内和海外的资产；第二，币种分散，人民币、美元。这样做的目的呢，就是一旦国内市场震荡，你的海外资产还能够起到对冲的作用。
一旦人民币的贬值，那你的美元资产呢还能守住购买力，或者反向也一样。在这里呢，海外配置不是为了移民或者逃避，而是出于风险分散的一个逻辑。第4条原则，流动性管理。什么叫流动性啊？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能不能在需要用钱的时候快速拿到现金。如果一个家庭600万的资产全部压在房子上面了，那这个时候你的孩子假如要出国交学费，老人要病了，花大钱治病，你怎么办呢？只能着急卖房，但是结果就可能会是低价割肉。所以你的流动性管理至少要做到10%到20%的资产是高流动性的，比如说现金、货币基金或者是 ETF。短期可动用资金和长期的锁定资金要分开管理。你的配置再漂亮，如果关键时刻拿不到钱，那就是一个失败的配置。还有一个原则呢，也是很多人忽视的，就是这个税务和传承。对于600万以上的家庭，财富不仅仅是自己花了，还要考虑子女继承。在国内呢，我们要关注遗产税、赠与税的相关政策动向；在海外呢，要关注不同国家对税务居民的认定。可以考虑通过保险、信托等工具提前进行规划传承。很多家庭一辈子辛苦积累财富，结果呢，传承环节出了问题，要么就是被税收吞掉了，要么就是被纠纷撕裂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所以资产配置的5大原则总结起来就是：第一，风险承受能力，你的钱要和你的心态匹配；第二，核心和边缘资产3七开，守大于攻；第三呢，就是地域加币种的分散，不要孤注一掷；第四呢，就是流动性管理，应急的钱要随时可取；第五呢，就是税务和传承，提前规划，避免财务蒸发。资产配置呀，不是选哪个最赚钱，而是要搭建一个互相平衡、永不破产的金字塔组合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实用也是最受期待的具体资产类别的配置案例，供大家参考。提醒大家啊，投资有风险，理财需谨慎。以下案例呢，仅代表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投资建议。很多人听到资产配置觉得很虚，但其实呢，它可以落到非常具体的比例上。那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逐类拆解。首先是股票市场，这是最具成长性的资产，也是对抗通胀的核心工具。如果一个家庭有600万的资产，那建议呢，把20%到40%放在股票类资产。但是这里有几个要点啊，尽量不要重仓单只个股，最好是通过 ETF 指数基金分散风险。配置重点呢，应该放在全球的主要宽基指数，比如说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、沪深300、恒生科指等等。股票类的资产要用长期的心态来持有，至少要5到10年以上。这个逻辑很简单，全球经济长期看是向上的，股票呢是最能分享红利的资产。当然它短期波动会很大，所以比例呢不能过高。第二类是债券和固收，这类资产的作用就是稳住基本盘，降低波动，建议配置比例在10%到20%之间。国债、政策性金融债安全性是最高的，投资级的信用债可以适度配置，但是要控制比例，避免踩雷。海外美元债券基金也可以作为分散的手段。债券的缺点就是收益有限，尤其是在利率走低的时候。但是它能给你提供一个稳定锚啊，当股市大跌的时候，债券呢往往能够缓冲冲击。第三类是房产，中国家庭最爱的一类资产，过去就是房产。但是在600万资产这个级别，我们必须更加理性，建议配置比例呢不要超过30%。如果已经有自住房了，可以不再增加住宅，而是考虑长租公寓、海外物业。房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产生现金流和分散风险，但是不能盲目等待暴涨了。国内的房产还要特别注意区域和政策的风险。1线城市的核心区仍然长期看有价值，但是3、4线城市呢，供需失衡，风险极大。过去的10年啊，房地产是中国最强大的财富放大器，未来它可能更多只是配置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。第四类，私募、PE、VC 另类资产。到了600万资产的级别，很多家庭第一次会接触到私募基金、股权投资、风险投资。建议配置比例呢5%到15%，绝对不要超过20%，因为它们有可能让你获得高于公募基金的回报，但是门槛高，锁定期长，透明度低。建议啊，只通过正规的渠道、头部的机构，不要贪图小道消息和熟人推荐。这一类资产的定位就是锦上添花。赚到了是惊喜，没赚到呢，也不能对您伤筋动骨。
第5类，黄金、贵金属、大宗商品。黄金的作用是什么？不是为了赚大钱，而是为了对冲风险。建议配置比例5%到10%。黄金在发生战争、金融危机、美元动荡的时候，往往会大涨。像白银啊、原油呀、铜等商品也可以少量配置，但是它们的波动更大。建议大家通过 ETF 或者是干脆持有实物金条，不要频繁炒作期货。配置黄金的核心逻辑，它是你资产组合里的避险的保险。第6类就是现金、货币基金、短期的国债等等。很多人觉得现金没用，放银行是浪费，但是对于600万资产的家庭来说呢，现金流有的时候会是救命稻草啊。建议你保持10%到20%的高流动性资产，比如货币基金啊、短期国债呀、国债逆回购啊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部分钱呢，不是用来赚收益的，而是用来应急和把握机会的。市场低谷的时候，你有现金在手，就能抄到真正的底部，现金为王。第6呢是海外资产外币配置。最后呢，高净值家庭一定要考虑海外资产的配置了。建议这部分的比例在10%到20%，可以是海外的股票、ETF、债券基金，也可以是美元存款，作为币种分散。有条件的家庭还可以考虑在海外配置房产或者是保险产品，目的也不是一定要移民，而是要分散你的风险。比如人民币如果贬值的时候，海外资产呢就能够帮你守住购买力。接下来咱们做一个示范的组合，仅供参考。股票或者 ETF 30%，债券和固收15%，房地产20%，私募和另类10%，黄金商品5%，现金货币基金10%，海外资产10%。这样一来呢，既有成长性，也有稳定性，遇到任何市场波动都有缓冲。600万资产以上的家庭，资产配置呢，不是追求单点的爆发，而是要构建一个不倒的金字塔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来说一说风险和挑战啊，高净值家庭最容易踩的哪些坑。刚才呢，我们讲了具体的资产配置的建议，但是大家不要以为有了表格、有了比例就万事大吉了。真正的挑战就在于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风险和陷阱。高净值家庭最容易踩的5大坑都有哪个？给大家总结，第一个坑就是过度集中。很多家庭啊，虽然净资产600万以上，但是仔细拆开会发现80%都在房子上面，10%在股市，剩下10%是现金。这种结构就好像把一头鸵鸟塞进了鸡笼里，一戳就破了。因为房地产如果遇到政策调控，资产冻结或者现金流断掉，那股市来一轮下跌，市值腰斩，手里的现金不足，日常开销都可能捉襟见肘。过去几年呀，很多纸面富贵的富豪就是这样从1000万级别缩水到100万级别的，不是因为没钱，而是因为他们投资过度集中了。第二个坑就是盲目追高。很多高净值家庭有一种错觉，就是我有钱，所以我可以承受更多的风险。结果呢，看到股市涨就一脑门子冲进去，看到某个私募火了就立刻投一大笔钱，看到比特币大涨了马上跟风买入。但是问题是，哪怕你是600万资产的家庭，一次错误的这种追高就可能让你蒸发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。而且呀，赚的时候兴奋，亏的时候绝望，你那种情绪波动会直接破坏你的理性判断。第三个坑就是忽视流动性。很多高净值家庭喜欢把钱放在看起来高级的资产上，比如说豪宅啦、私募基金啦、股权投资啊、艺术品。这些资产的共同特点就是看起来很有价值，但是关键时候卖不掉，或者得打折、打骨折卖。比如说你家孩子突然要出国留学，学费马上要交怎么办？结果呢，你那个房子还卖不掉，私募基金还在锁定期，艺术品根本没人接盘。最后呢，只能是高利息借款或者抛售优质的资产。财富的关键不是你现在有多少纸面资产，而是看你能动用的有多少。第四个坑，信息不对称。到了600万这个级别，你会突然发现身边这些理财经理、投资顾问、熟人推荐的项目会变多了，他们会给你推荐各种听起来高大上的产品，年化15%的私募基金，稳赚不赔的海外移民理财，高收益的信托计划，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高风险，甚至就是骗局。那很多家庭掉坑，就是因为听到内部机会、熟人推荐，结果几百万就打了水漂。
说一个很典型的名人案例啊，这个著名演员金巧巧曾经在公开采访里就说过，她的父母在熟人的介绍下买了一款叫做六保基金的理财产品，当时宣传的年化收益率是12%，听起来呀特别诱人。最开始呢还真的能兑付，利息也按时到账，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基金就出事了，兑付困难。他的父母一共投了700万，最后呢大概只拿回了400万，还有300万就打了水漂。金巧巧在节目中也说非常心疼，但是没办法，只能面对。这个案例提醒我们，哪怕是高净值家庭，哪怕你有名气有资源，也可能会踩坑。所以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，除了要关注收益，更要考察平台的信用、兑付能力、合规性。任何打着高收益、稳赚不赔的旗号的产品，都要格外的警惕。高净值家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、透明的平台，避免被忽悠的高级玩法所收割。最后一个坑就是忽视传承和税务。很多家庭觉得传承很遥远，从来不做规划，结果呢，一旦出现了意外，财富反而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。比如说遗产分割不清，引发家庭纠纷；赠与、继承没有提前规划，被税收吞掉大部分。海外资产没有合规安排，结果呢被冻结，难以继承。高净值家庭一定要提前做税务筹划和传承计划，否则你几十年的努力啊，就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最后呢，我还想加一个额外的风险，心理陷阱。600万以上资产的家庭，往往已经习惯了赚钱带来的快感，可是一旦进入了首付的阶段，赚钱的速度慢下来，反而不适应。很多人啊会忍不住不停的去冒险，我手里还有点钱，去搏一把，说不定能翻倍。但是财富管理和投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投机是为了兴奋，配置呢是为了长久。如果你的心态没转过来，那首付期也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赌博期。总结高净值家庭最容易踩的坑啊，往往是心态和结构出了问题。比如说啊，第一个过度集中，就好像把鸵鸟塞进鸡笼；第二个盲目追高啊，兴奋一时，绝望一世；第三个忽视流动性，有钱花不了了；第四，信息不对称，被忽悠的高级玩法收割；第五，忽视传承和税务风险，钱没留住反而给你添堵；第六个就是心理陷阱，首付比创富更难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啊，实操指南，600万高净值家庭资产配置的5步行动方案。配置之前先别着急买各种理财，第一步要对自己的家庭资产做一个全面的体检，你的净资产到底是多少？是总资产减负债等于净资产，那其中有多少是房产，多少是股票，多少是现金，负债结构怎么样？你有房贷车贷吗？你的贷款利率是多少？家庭的现金流情况怎么样？每个月的收入支出是多少？只有把你自己的现状摸清楚，你才知道自己到底是健康还是虚胖。很多家庭啊，看似资产千万，但是这么一排查，全是房子加负债，其实非常脆弱。第二步，设定目标。资产配置呢，不是为了炫富，而是要服务家庭的目标。比如你的短期目标，孩子教育啦，购房置业啦，创业计划呀；你的中期目标，比如家庭生活水平的提升啊，父母养老做准备啊；长期目标，比如说退休啊，财富的传承啊。不同的目标对应不同的配置策略。如果孩子3年以后要出国，那学费就是硬支出，你的钱必须提前预留在高流动性的资产。如果你的目标是10年后退休，那你可以更多的放在成长性的资产里面。第3步才是大家最关心的，怎么配？那我建议大家还是用一个金字塔模型来思考啊。这个底层呢是安全垫，40%到50%，要配现金、货币基金、国债、核心房产，保证你不至于被风险打倒。这个金字塔中层啊，稳定器30%到40%，可以配股票 ETF、债券基金、优质的蓝筹个股，既能够稳健增长，又能够对抗通胀。顶层呢是增值的部分啊，10%到20%，比如说可以配一些另类资产啊，黄金、大宗商品，小比例增加组合弹性。财富不能靠单品暴富，而是要靠组合稳健配置。第4步，动态管理。资产配置也不是一劳永逸的，经济环境在变，家庭状况在变，你的组合也必须跟着调整。建议至少每年1次全面的复盘。如果市场剧烈变动，那你可以每个季度小幅调整。核心的方法就是再平衡。比如股票涨得太多了，占比过高，那你可以先卖掉一部分，补到债券或者是现金。反之，股市跌了，现金占比过高，那你就
补仓股票。调仓的目的不是预测市场，而是让你的组合呢始终保持稳定。最后一步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，就是预案设计。所谓这个预案，就是给自己留好后路。首先，紧急备用金至少6到12个月的生活开支要做到随时可取。其次呢，保险保障，比如家人的重大疾病啊、意外险啊、寿险啊，要覆盖家庭的主要风险。然后是传承安排啊，遗嘱啊、公证啊、保险金、信托呀、家族信托呀，都要提前设计好，避免突发的风险让财富蒸发。遇到极端事件的预案，比如说市场极端的下跌，汇率大幅的波动，那你的 Plan B 到底是什么？好，咱们总结一下600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资产配置的5步。第一呢，资产体检，搞清楚自己有多少钱。第二呢，目标设定，想明白未来要多少钱。第三呢，制定方案，配置金字塔，不是梭哈单品。第四，要动态管理啊，你定期要复盘调仓，保持稳定。第五呢，预案设计，留好后路，防止黑天鹅。如果你觉得这5步对你有启发，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最难做到的是哪一步？是资产体检呢？是调仓呢？还是预案设计呢？我会在评论区里呢挑一些典型的问题，做一期视频来回答大家。在中国呀，600万资产以上的家庭只占1%。如果你的财富暂时没有达到600万，但是你提前理解这些逻辑，也能让你未来发达的时候少走弯路，为财富自由的你做好准备。如果你已经有了600万资产，你会怎么配置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，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思路有什么不同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